他用刀划开尸体的肚皮，掏出女人的子宫，棉签沾上点白色液体，再滴进子宫的肉里，接着又取出一个酒杯，把上面的指纹用胶带粘下，印在尸体的大腿根部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伪造女人生前被侵犯过的痕迹。作为韩国最顶级的法医，这种玷污尸体的事儿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干了。可此时的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这次操作不仅让他后悔终生，还让他丢掉了自己的小命。而这就是被称之为韩国反转最牛逼的悬疑电影《不可饶恕》。相信我，他的结局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，也能让你看清人性到底有多可怕。故事开始于一起十分怪异的抛尸案，一个女人被分成6块之后，又被重新缝合起来，很是随意的丢到了江边。但让警察搞不懂的是，一具堪称鬼斧神工的尸体，为什么缺少了一条右臂？他们搜遍了附近所有区域，只在现场发现了2个深浅不一的脚印，还有拐杖留下的痕迹。凶手好像是在故意暴露自己，逼着警察不得不调查下去。而警方也很快确认了死者身份，她是一家夜店的陪酒女郎。按理说，30多岁的身体应该是饱经风霜，可她却如同18岁的姑娘一样精致，就连专业的法医都忍不住感叹。선홍빛 유두, 움푹 파인 배꼽, 적당히 나 있는 책. 이렇게 아름다운 몸이 썩어 없어진다고 생각하니 참 안타깝네. 接着，法医老姜开始检查女人的死因，她的头部遭受重击，显然是死于钝器击打。另外，老姜还发现女人的断臂处有残留的海盐，鼻孔和口腔里也有一种特殊砂石，这种东西只有生产水泥时才会使用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凶手应该是在某个水泥厂将人杀害，然后又带到海边分尸，以便用海水清理血迹，最后才将人丢到了江边。听完老姜的分析，警员小美突然想起海边附近确实有一家水泥厂，于是第2天就带着大批警力在厂子里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。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很快就在沙石山上发现了一条手臂。通过美甲上的图案可以判定，这就是死者的那条右臂。可这顺利的背后却夹杂着大问题，凶手把他明目张胆地丢在这里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警察们想了一天都没想明白，直到小美找老姜汇报最新进展时，老姜的话突然点醒了他。 범인은 일성 레미콘에서 살해를 했고 인근 군산 앞바다에서 사체를 토막냈어. 그리고 15km나 떨어져 있는 금강하구도 근처에 버렸고 다시 파란 쪽은 살해 현장에 보란듯이 꽂아뒀어. 범인은 이 세 장소에 대해서 무언가를 사람들한테 알리고 싶었던 것 같아. 이 세 장소에는 공통점이 있을 거야. 小美听后立马在电脑上搜索，果然发现了端倪。原来水泥厂制造的垃圾全部排到了海里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。可政府对此却置之不理，甚至还用水泥厂的混凝土建设大坝。而他们城市的原本地貌和维纳斯相像，可建设的大坝却把维纳斯分成了6处，像是把女神肢解了一般。此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，于是便有了个专门反抗他们的环保组织。而组织的领头人叫李胜浩，他为此还特意写了本书，书名就叫做《我爱维纳斯》。里面不仅批判了政府和水泥厂的无知行为，还表示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。而这次的杀人抛尸地点刚好和维纳斯的断臂重合。更关键的是，李胜浩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必须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，这又和尸体发现出的脚印相匹配。于是局长二话不说，立刻下令对李胜浩实施抓捕。然而面对警察的到来，李胜浩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说的话更是扑朔迷离。 절 잡으러 오셨어요? 죄를 졌으면 죄값을 치러야죠. 李胜浩被带回了警局，而面对审问，他直接承认了自己就是杀人犯，甚至还夸小美是个很棒的警察。这一操作把所有人都整懵了。然而让他们更懵的是，接下来不管问李胜浩什么问题，他都闭口不答，只是一直盯着钟表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。而与此同时，老姜正在机场迎接从国外回来的女儿，父女俩已经10年没见面了，思念之情全写在了脸上。可就在他紧张的等待时，一个神秘男子突然凑上前，并递过来一个文件袋，说是李胜浩给他的。可老姜并不认识这个人，他很是疑惑地打开文件袋，发现里面竟然是女儿被绑架的照片。看到这些的老姜彻底傻了，他在大厅发了疯地寻找神秘男，可对方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而就在这时，小美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说已经抓到了凶手。而当老姜听到凶手的名字后，立马开车赶到警局，第一时间冲进审讯室，上来就薅住李胜浩的脖子，质问他把女儿弄去了哪里。可没想到李胜浩却一脸从容，声称要和老姜做笔交易。 저를 이 안에서 3일 안에 빼줘요. 그럼 2차 희생자가 따님에서 다른 사람으로 바뀌어. 老姜闻言人都傻了，但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，他只能答应这个无理的要求。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李胜浩已经承认了罪行，警方也在马不停蹄地收集证据，想要洗脱掉罪名又谈何容易？不过李胜浩却丝毫不慌，他坚信老姜能想到办法。无奈之下，老姜只能从小美口中打探情报，得知警方已经找到了分尸用的电锯，只要确认了上面的血迹是陪酒女的，那么李胜浩立马就会被关进大牢。而老姜为了阻止这一切发生，他急忙地回到家中，用手术刀割破了小狗的后腿，然后给鉴定科的人打去电话，将其骗到解剖室后，他偷偷溜进鉴定室，找到李胜浩分尸用的电锯，用药水把锯片清洗干净，最后再往上面涂满狗血，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偷梁换柱。接着他又找到小美，
开始疯狂的给他洗脑，说李胜浩应该不是凶手，因为一个如此泯灭人性的杀人犯，怎么可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认罪呢？另外，李胜浩在杀人分尸之后，又将人转移到江边，甚至还把手臂放到沙石山上，正常人想办到都得费点劲，更何况一个行动并不方便的人呢？所以他觉得凶手应该是另有其人，让小美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。老姜再次找到李胜浩，并把手机递过去，想要确保女儿现在是否安全。可当李胜浩拨通一个号码后，却告诉对方直接撕票。老姜见状赶紧抢过手机，谁知刚开始威胁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，气得老姜一脚将李胜浩踹倒在地。就在他想要下死手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而这次他终于听见了女儿的声音。阿爸，가은아， 거기 어디야？ 뭐 괜찮아？ 이 사람이 날 죽이려나 봐. 살려줘. 아무것도 하지 마。 老姜还想安抚下女儿的情绪，对方却根本没有给他机会。不过好在得知了女儿还活着，为了赶紧把她救出来，老姜问李胜浩把杀人凶器藏在了哪里。他想赶在警察找到前将其毁掉，然而李胜浩却说自己忘记了。显然他根本没有要配合老姜的意思。无奈之下，老姜只能来到李胜浩的住所。他在这里一顿翻找，可惜并没发现任何凶器，只找到了一张李胜浩和神秘男的合照。他觉得女儿很可能在他的手里，于是就想着把照片带走调查。可刚准备离开，警察竟然在这时赶到。原来电锯上的血液已经化验完毕，当得知上面竟然是狗血时，气愤的队长立刻下令让警员去搜查李胜浩的家，务必要找到他杀人的证据。看着众多警察在这里搜查，老姜只能偷偷的藏在暗处，哪怕后背扎到了钉子，他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好在警察停留的时间很短，因为他们在院里找到了一根沾了血的铁棍，迫不及待的带回去取证。而老姜也很匆忙的来到最近的派出所，本想把照片传给朋友，查一下神秘男的信息，可没想到民警看到后，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两人。原来神秘男老朴是个孤儿，从小被李胜浩的父亲收养，后来还和李胜浩的姐姐成为恋人，算是李胜浩的半个姐夫。因为他姐姐很多年前就去世了。通过民警提供的信息，老姜来到了李胜浩的老宅，在这里他看见了很多女儿的照片。原来他早在1周前就已经回国，本想着给父亲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却被李胜浩绑架。而当老姜看清墙上报纸的内容后，也瞬间明白了女儿被绑的原因。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老朴突然从外面回来，看着被砖头砸坏的门锁，以为是警察的他被吓得撒腿就跑。老姜见状则在后面拼命的追，可却在一个视野盲区突然被老朴偷袭，随后又被一顿暴打，很快就失去了反抗能力。老朴临走时警告他，如果想救自己的女儿，就老老实实遵守游戏规则，不然他随时都可以撕票。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而挨了一顿打的老姜非常气愤，可眼下又没有任何办法，谁让自己当年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呢？原来就在10几年前，一个女孩被3个富二代轮番侵犯，最后不堪受辱的她选择了自杀。而办理此案的法医正是老姜，因为当时女儿患上了重病，需要一大笔钱出国做手术，于是他就收受了富二代的贿赂，帮助他们伪造了假证。而富二代为了保险起见，当时还买通了人证，正是被分尸的那个陪酒女。结果可想而知，3个富二代最后被无罪释放。看着他们得意的样子，李胜浩从这时就在心里发誓，一定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，为自己的姐姐报仇雪恨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3个富二代早已被他杀害，那个女人也已经被分尸，现在就只剩下做假证的老姜。而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忏悔的样子，李胜浩的心里已经爽翻了天。但这些还远远不够，因为他要让老姜体会一下真正的绝望。所以就算老姜苦苦哀求，李胜浩就是不告诉他女儿的下落，甚至还友好的提醒他说，距离约定的3天时间马上到了，赶紧想办法让我出去，才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。 끝나면 내 손으로 너 죽여버릴 거야. 상관없어요. 与此同时，警察带回的那根铁棍报告出来了，上面虽然确定了是人血，但血型跟陪酒女的根本不一样，并且铁棍的厚度和伤口也明显不匹配，导致案件再次进入了停滞状态。而这刚好给老姜争取了时间，他找到陪酒女的一个闺蜜，用帮她给闺蜜报仇的借口，顺便再动用一下超能力，让她去勾引一个坏事做尽的混混。等2人从酒吧离开之后，老姜拿走了混混用的酒杯，并且在不久后又从女人这里得到了混混的精华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小美突然找了过来，因为最近老姜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她的怀疑，但她刚想开口质问，突然被人从身后偷袭。 민혁사! 이 여자 도와주시려고? 너 이 새끼. 이 여자 너무 설치잖아. 내 그래서 당신 도와준 거야. 시간이 얼마 남지 않았어. 老李来到解剖室，将准备的东西全部弄到了陪酒女身上，伪造出她生前被侵犯的痕迹，接着又把已经写好了但还没上交的验尸报告修改掉。与此同时，李胜浩也一直在盯着钟表，等约定好的时间一到，他主动喊来了警察，说自己并不是杀人犯，之前承认罪行是因为受到了严刑逼供，并且他还找来了律师帮忙，因为警察现在唯一有的证据就只剩下尸体发现处的那串脚印。而对此李胜浩却表示，
自己家就在江边附近，完全有可能是路过时留下的。警察刚想反驳点什么，就被律师怼得说不出话。更打脸的是，老姜此时已经把验尸报告上交，检察官看到后找到局长，说他们抓错了人。最后迫于各种压力，那个混混成为了这起案件的替罪羊，很快就被警方逮捕。而李胜浩则重新恢复了自由。老姜第一时间找到他，希望他现在就放了自己女儿。可没想到李胜浩却满脸讥讽，夸老姜做伪证的手段确实高明。紧接着拿起拐棍，直接抽到了老姜脸上，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还要做伪证？难道当年害死他姐姐还不够吗？原来当初老姜的几句证词，把他姐姐说成了婊子，是自愿跟富二代发生的关系。哪怕李胜浩的父亲跪在地上哀求，老姜依旧无动于衷，最后造成了李胜浩姐姐自杀。他们全家也背负了10多年的骂名，而如今角色互换，跪在地上的成了老姜，李胜浩自然也不会原谅。绝望中，老姜说愿意用自己的死换女儿一命，可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。 근데 이를 어쩌죠? 늦었어요. 听到这句话的老姜彻底暴怒，直接站起来将李胜浩放倒，在进行了一顿疯狂的拳打脚踢后，终于逼问出了女儿的下落，就在李胜浩的老宅子里面。而当老姜焦急地赶到之后，却被小美拦在了大门外。原来小美从医院醒来之后，就委托同事调查了李胜浩的全部信息，最后通过他和老姜之间的过节，猜到了他的目的是找老姜复仇，于是第一时间来到李胜浩的老宅，本想着是救老姜，谁知却遇见了偷袭他的老朴。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，小美用手枪将其杀害，接着他就看到了屋里的景象，才明白了李胜浩真正的复仇计划，所以才在门口阻拦老姜，不让他看到里面的东西。但救女心切的老姜怎么可能止步？他跌跌撞撞地冲进屋内，撩开帘子，只见女儿躺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缸中，身上还铺满了玫瑰花片。看到这一幕的老姜悲痛欲绝，他想要抱起女儿回家，可在花瓣中摸索了很久，却始终够不到女儿的身体。老姜见状想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也是他最不敢接受的事情。原来当初李胜浩绑架他女儿的同时，还绑架了那个陪酒女，在逼完老姜女儿说出求救录音之后，就用铁棍将两个人一起杀害，然后又单独拿出陪酒女的四肢和头颅，缝合到了老姜女儿的躯干上面，成功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铁棍上血迹不符的原因。而老姜对尸体干的那些肮脏事情，甚至解剖前夸赞他的身材等等，其实全是对自己女儿做的。他亲手玷污了女儿的清白，帮真凶做了伪证。得知一切的老姜彻底崩溃，而李胜浩却在门口吹起了口哨。等老姜失魂落魄地走出房间，他还故意给老姜诉说杀人时的场面，深深刺激他脆弱的神经，最后逼得老姜忍无可忍，抢过小美腰间的手枪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对李胜浩扣动了扳机。虽然他知道李胜浩要的就是这种结局，但他却无法原谅自己，所以最终他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，然后在无尽的悔恨中结束了他那不可饶恕的生命。